大家好 ，Pi Network 首页更新了内容，这次的内容和每个人都有关系。关于 KYC 更新，核心团队将发布额外的活体检查，用来方便大家解决他们的暂定的实名认证状态。这些检查逐步发布，旨在提高他们的账号安全性和补充数据，以他们的实名认证应用分析，帮助达到完整的实名认证状态。如果你有一个试探性的实名认证状态，确保你采取这些短期的活性检查，用来解除自己在实名认证和迁移过程。这就是今天首页更新的内容。只能说，博士他们新增的这个让许多刷号或者工作室增加了很大的麻烦，也确保了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有效的。所以，同时大家也必须要知道，这个活体检查基本上是之后所有人都要操作的。活体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再次确认你的身份是不是你本人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只要是提交了实名认证资料的，都会收到这个活性检查。当你收到之后，就必须是由本人来检测。如果本人不在，那就不要去操作。一旦不是你本人，你点了操作，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刷号的，账号就会被短暂的判定会虚假。当然，之后还会有检查。这个活体检查大家确实是要注意一下，也必须要认真的对待，不可大意，不然你多年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。所以在这里务必提醒大家认真对待。当然，你要是觉得博士做这些太麻烦了，那也没办法。这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在为未来 Web3 生态做准备的系统。看看赵长鹏的事情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想要 Web3 发展的好，该做的事情那就必须做好。确保每一个人都是真实有效的活性检查是全球都进行，这对那些买卖海外账号的算是一个较大的冲击。所以近期你会发现买卖账号的好像消失了，他们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事情。收到活性检查，首先你要确定本人在不在的话，就可以进行这个活性检查。其实就是扫脸再次确认你的身份。如果不是本人点这个，你还去整了，那账号基本就完犊子了。本人不在，你就叉掉。不过根据核心团队他们的设定，这个活性检查是短期的，也就是说短期内会出现几次提醒，超过一定次数之后就会暂定为异常账号。所谓的异常账号就是你每天在点，而且你也收到了活性检查，但是却无法以本人的身份进行检查，这就判定你不是本人在操作。那么初步就认定你是刷号的，但又考虑到这可能是家里的账号或者那些不懂的，所以短期内给你几次机会，但是几次你都直接叉掉了，那就直接列入异常，等着最后再去处理。那么你这号基本就无缘第一批的开网，那就只能等着了。所以如果你有好几个账号用的不同的身份，还提交了资料，他们还不在现场的话，就有点麻烦。那么你就需要考虑自己解决这个事情了。博士这个操作也确实是让那些一个人整几个号、10几个号的人猝不及防，算是一个神操作。真的一个人整几个号的确实是很麻烦的，因为当你收到你不进行活体检测，叉掉之后自然就要等下一次，但是你又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，所以你就麻烦不。如此说来，你整的号必须给他们本人才行，或者本人就在你身边，毕竟你每次点就可能出现。何为暂定通过？主网清单第7项变率同时认证进度条是橘黄色的先锋都是暂定通过。为什么只针对暂定通过的先锋呢？公告说得很清楚，提高账户的安全性和补充数据。也就是说，暂定通过的先锋在项目方经过多次人工审核和 AR 确认之下是有问题的，要么数据有问题，要么账户安全性有问题。所以对于这部分先锋将进行2次活体验证，来完成账户的安全性和数据完整性，从而达到整个认证通过的目的。具体分析应该是跟第一次提交认证是活体验证有关系。由于很多先锋在第一次操作的时候非常紧张，或者不认真，或者手机问题等，使得第一次活体验证有瑕疵，所以
项目方进行了2次补充活体验证。现在不要担心，2次验证很简单，先锋观看首页视频教程就可以操作了。另外，是不是所有暂定通过的先锋都需要进行2次活体验证呢？其实不是，只是针对认证有问题的先锋进行的。为什么我会如此肯定？因为昨天就有2个朋友，他们没有2次验证的情况下，就直接从暂定通过变成完全通过，橘黄色进度条变成绿色进度条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收到就去做，没有收到等待即可。我们看看最后一段话，如果你有一个试探性的认证状态，确保你采取这些短期活动检查，以解除封锁自己在认证和迁移过程。这里的试探性的认证说的就是暂定通过，后面确保你采取这些短期活动检查。短期活动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是一个过渡的功能，也就是2次验证并不会长久的进行下去。这个也是为认证完善的一个辅助功能，当认证完善之后，这个辅助功能就消失了。其实这个2次验证就是为了今年开放网络而做准备的，也就是说，暂定通过的先锋只要进行了2次验证并且通过了，那么都将迁移到主网。但是对于我们博士的 Web3 来说，肯定是真的，就是为了对接主网而对接的。开放网络之后，先锋就可以直接兑换 U 了。既然说到开放网络，那么先锋就想知道什么时候开放网络。关于开放网络，这个具体时间真的是无法确定，只要满足项目方说的3个条件，那么就会开放。3个条件再跟先锋说一下：1500万先锋通过和暂定通过认证，1000万先锋迁移到主网和100个项目方认可的生态。现在已经完成的至少有1100万先锋通过认证了，526万先锋迁移到主网和60个项目方认可的生态。所以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60%以上了。条件1是很容易满足的，就是项目方一句话的问题。现在主要是条件2和条件3，尤其是条件3。我们先看看条件2，1000万先锋迁移到主网，2年半的时间才迁移了520万先锋，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慢的。去年12月份项目方公布 V2 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是465万还是480万，我记得不太清楚了。现在5个月的时间了，才迁移到526万，确实是很慢。但是最近很多先锋由暂定通过变成完全通过，所以项目方迁移速度应该会加快。条件3，100个项目方认可的主网生态，这个是最难的。但是根据现在的进度，7月肯定是完不成这个条件的。这个不是项目方不想完成，而是生态真的是不给力啊。项目方也是没有办法，从2020年开始，项目方就打造生态了，4年的时间了，竟然都没有100个符合项目方要求的生态。你想想，到底是项目方的问题，还是生态本身的问题？好的啦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大 logo 将持续为您带来 Pi Network 的最新动态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您点赞、订阅、点亮小铃铛，并且分享给您身边的好朋友，以便随时获取有关 Pi Network 的最新信息。让我们一起期待 Pi 网络2024开放主网的到来，共同见证这一引人瞩目的财富时刻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